她做了一场噩梦，梦境是很零碎的片段。她看见有小孩在畏缩害怕，听见有小孩在凄厉哭喊，但梦里的小孩都浓妆艳抹，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，都画着不适合年龄的装扮。他们哭花了妆容，每个小孩都在说：“我好恨你。”然后他又梦见像是荧幕般的画面，播放着小男孩被一些男人摆弄身体的样子，他们做着难堪的事，小男孩只是一脸迷惑地看着镜头。这些令人恶心的梦境让陈小娟像是被泼了一盆冰水般的感到恶寒。她惊醒了过来，她怎么会做这种梦？陈小娟觉得全身都在冒冷汗，她非常不舒服地坐起身来，感觉那些梦境像是鬼魂一般的纠缠着她，在脑海里不停地浮现。她忍不住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，看着手机荧幕上显示着凌晨2点钟，然后她发现身边的床铺是空着的。王志胜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吗？她忍不住叹了一口气，她在期待着什么？做了一场噩梦，却找不到身边的人可以倾诉，她都有点可怜自己了。但梦境也太过真实了吧？那些小孩的哭声与怨恨，让陈小娟觉得心脏像是被揍了一拳，胸闷的难受。她皱着眉，揉揉了心口，正要舒缓着那令她反胃的不适。孩子睡得好吗？她突然想去看看王明阳。梦境中那些遭受伤害的孩子，让她感到心疼。她想要看看自己的孩子。她走到王明阳的房间，打开房门，然后看着窗外的微弱光线洒落在王明阳小小的脸庞。她小心翼翼地来到床铺旁，轻轻地抚摸着小孩的脸。她露出放心又满足的笑容。从当妈妈的那一刻起，她的心里就在说着：孩子，妈妈对你的唯一要求就是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地长大。她看着王明阳那张神视她的小脸，有些角度又有点像王志胜。她觉得当初因为怀孕而选择结婚，虽然被身边的人不看好，但她从来没有后悔过生下小孩，因为她想当一个好妈妈，这一直是她的心愿。王明阳像是感受到她的存在，他睁开睡得朦胧的双眼，轻声唤着：妈妈，你怎么还没睡？妈妈吵醒你了吗？陈小娟看着小孩被他吵醒了，她有些心疼地轻抚着孩子的脸。王明阳乖巧地摇了摇头，陈小娟在他身边躺了下来。王明阳顺势躺进妈妈的怀里，陈小娟轻拍着小孩的背，想哄他继续入睡。爸爸还没有回家吗？王明阳软如地说道：爸爸出差了，妈妈忘记跟你说了。陈小娟随便编了一个谎言。她继续轻抚小孩的背，像是心电感应般，小孩成熟地伸出手环抱着她，轻轻地说道：爸爸不在，我哄妈妈睡觉。陈小娟像是触电般的停下了轻抚的动作，她一时红了眼眶，在心里想着，这孩子怎么这么懂事？即使他不说，小孩也许早就发现他们吵架了吧。面对王明阳的早熟举动，陈小娟心里只有不舍。原来她想当一个好妈妈是这么不容易，但拥有这个孩子令她感到无比幸福。她根本不想失去，她紧紧拥着孩子，像是守护着心中唯一的宝物。王志胜不回家已经3天了，陈小娟也不想拨打电话给他。她想着，是不是每一对夫妻吵架后都会有这样的冷静期？身处在人来人往的黄昏市场，下班后的陈小娟正在买菜。她想着今天要回家做饭，
购物袋里满是孩子王明阳爱吃的菜。他失神地站着，那嘈杂的环境怎么也掩盖不了他的烦心事。他想着，王志胜想要离婚吗？这个想法让他一时不知如何面对，而购物袋的沉重像是要拖他堕入万丈深渊般。他突然感到十分不安。他想当一个好妈妈，他就无法破坏自己的婚姻。他忍不住地想，不离婚对小孩是不是比较好？突然，一个正骑着脚踏车的大婶不小心碰撞到了他。陈小娟像是清醒了过来般，大婶不好意思地道歉着，而陈小娟只能微笑地接受歉意。一切都等王志胜愿意回家再说吧。恢复心智的他在心里默默地想着，王志胜不回家也正好让他喘口气，毕竟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有外遇了。王志胜再怎么坦然，也应该要觉得对不起他吧。陈小娟觉得自己像是总在收拾残局的老妈子，一直在想办法要原谅这个不忠的丈夫。然而现实总是会带来意外的预期。她回家才打开大门，门缝间就传来王志胜带着孩子玩乐的欢笑声。她忍不住心中的激动，赶紧开门进屋，看向正在笑闹的父子俩。小孩看见他，笑着冲向他，把他抱了个满怀，叫道：“妈妈！”陈小娟笑着抚摸小孩的头发，她有些怯生生地看着站在不远处的王志胜。她轻声说道：“你回来啦。”王志胜也有些陌生地轻哼一声，然后向小孩招手，说要带他一起玩游戏。王明阳开心地跑了过去。陈小娟开心地看着这一家团圆的画面，她提着购物袋走向厨房，她想要做一桌好吃的菜。她从购物袋里每拿出一样菜，就发现王明阳爱吃的也是王志胜喜欢吃的。因为是父子，喜欢吃的才会这么相似吧。陈小娟在心里幸福地想着。陈小娟一边在厨房做菜，一边听着在客厅看电视的父子笑语声。她像是被他们感染了气氛，也轻轻地哼起了歌。她想要的幸福就是这么简单，只要一家人开心地过日子，她就有能力当一个好妈妈。在她端出最后一道做好的菜，她像平常一样笑着跟父子俩说道：“吃饭了，快来吃饭。”王明阳听话地走到餐桌旁，帮妈妈一起摆好碗筷。王志胜反而有点扭捏的还坐在沙发上。陈小娟主动跟他说：“你过来吃饭啊，我们在等你呢。”哦，王志胜面露尴尬地回应道。他起身走向餐桌，像是生硬的机器人般，不知怎么靠近有陈小娟的餐桌。最后他选择坐在王明阳身边的位置。王明阳像是感受到了异样，他不明所以地看向妈妈。“吃饭吧。”陈小娟对着不安的孩子笑了笑。